样都是成分党的话，会蛮适合你。你用身体乳擦脸，它确实还蛮厉害的，健康。我现在测试结果出来了，真的要替自己拍拍手，骗人的吧，割韭菜的吧，根本就是仙丹，喷在你的手上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杰，今天我要来跟你开箱我的洗护产品。那我这个人其实保养啊、洗护产品走的路线都还蛮简单简约的，而且数量都还蛮少，而且我一定会把它们用完之后再买新的，所以要熬到我再买新的洗护产品，其实都需要花一段时间。所以这一次我终于又买了洗护产品，当然要赶快跟你们开箱一下。那我自己是非常重视成分的人，我觉得成分比品牌来的更加的重要。那如果你跟我一样都是成分党的话，相信这支影片会蛮适合你的。那先讲一下我自己的肌肤状况，就是 T 字部位偏油，脸颊就是有一点中性肌，然后有时候会还蛮干燥的，基本上就算是混合肌。那最近泰国天气真的非常炎热，因为进入了热季，每天出门就会化成一滩水，所以呢，我这次挑的产品都是偏炎炎夏日会比较合适的一些产品。那我们就开始开箱吧。第一款呢就是这 Vana Cream 的洗面乳，那这一罐是我新买的。这一罐是我之前用到空瓶的罐子，那你就可以知道我有多爱这一罐洗面乳，因为它真的非常好用，而且它是标榜专门给敏感肌的人来使用，所以里面都添加的成分都非常的安全，而且不含皂基。皂基是什么？就是一个普遍有可能有几率被添加在我们洗护产品的一个成分。那这成分呢，长期使用下来会破坏我们皮肤的屏障，而且会造成我们皮肤的瘙痒啊、敏感等等的。那这一罐呢，它就是标榜不添加皂基，然后里面的成分都相对温和安全。那如果你不想要看后面的说明书说，我产品里面有没有添加皂基，我教你一个方法去辨别，就是当你洗完你的脸之后呢，你会不会觉得白白、紧紧、下下？如果有的话呢，你就要小心一下，你的洗脸产品里面可能就有添加一些破坏你肌肤屏障的成分，所以你们可能就要小心一下。但这一罐不会，它只要洗完脸之后呢，会有一种轻微保水的感觉，并不会让你觉得哇，你肌肤起的特别干净，叭叭叭的那种声音不会，它反而是会有一种洗完还是有一点点轻微自然的滋润感。那它是挤出来是一个乳液状，然后会轻微的起泡，然后就这样一点点而已，你就可以把你整张脸洗得非常干净。那我自己是一个长期在使用温和型洗面乳的人，所以我用过非常非常多温和成分简单的洗面乳，这一罐是我心目中数1数2的排行榜，大概前几名，因为它真的非常好洗，而且只要一点点就可以把我整张脸洗得很干净，又可以轻微的卸妆。再来呢，就是它的洗净力，在温和洗面乳的产品里面呢，算是洗净力很高的，就是洗起来算是蛮干净的。有些温和型洁面乳呢，会让你有一种好像有点洗不干净的错觉，但这一罐不会，它还是会让你觉得很清爽，但是又有微微保水的功效，所以我非常的喜欢它。我真心还蛮推荐大家可以至少手边要有一罐比较温和、比较不会让你肌肤屏障受损的洗面乳。第二个呢是一罐乳液，它的名字叫做 Ceramadex， 希望我没有念错，我会把它的品牌名称放在旁边。那这一罐呢，它就是标榜使用植物性神经酰胺来保护我们肌肤的屏障，再来就是保水。那这一罐我擦起来呢，就有点偏晚安冻膜与乳液中间的混合体，它挤出来虽然是乳液状，但是上到你肌肤之后会有一种微微保水的感觉，就觉得你肌肤有一层保护膜在外面。我擦它之后呢，我会非常快明显感觉到，我的肌肤变得更加的细致。那这一罐呢，其实是身体乳。那你们一定说你用身体乳擦脸？没错，我就是用身体乳擦脸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之前我有问过医生说，为什么乳液要区分身体还有脸部啊？真的具体有什么差异吗？医生说差异就是行销手段。
OK， 我懂了。所以之后呢，只要是这个乳液它成分相对安全的话呢，我就会买身体乳，因为我觉得性价比更高。我觉得拿身体乳直接擦我的全身，从头擦到脚，简单又方便。那这一罐呢，其实我真的还蛮喜欢。虽然有时候夏天你们会说可能要用精华液等等，但有时候我用完精华液之后，因为真的太热太晒了，那个很容易皮肤还是很容易干，还是需要一种保湿功效再高一点点的乳液去上我的脸，我会觉得比较舒服。那我觉得这一罐呢，后续没出意外的话，必定会成为我的心头好。再来，我要跟你们讲一件事情，就是我在研究这个品牌的时候发现，它不只是成分非常简单温和之外，它还标榜说它是零残忍，就是不做任何的动物实验。那有时候其实我自己个人啊，我会以为像这种医美产品、医美品牌，他们应该都是，我会先入为主，觉得他们应该都是不做动物实验的。哦，没有，你知道吗？我就因为这个品牌，然后去研究另外一罐也是医美品牌乳液，我发现后面真的没有那个零残忍跳跃兔子的标志，所以呢，我更喜欢这个品牌了。因为我自己内心会觉得，如果可以选择的话呢，我会希望挑选一些对动物友善的品牌，这样。紧接着呢是一罐防晒 Neutrogena 的，它的防晒系数高达70，也就是可以延长你皮肤晒红高达70倍。那为什么我会买它呢？因为它其实是标榜给那种专门在户外运动的人去擦的防晒乳。那最近泰国真的太晒了，然后又很容易流汗，所以我就想要找一罐防晒系数真的很高的防晒乳来擦。那它确实还蛮厉害的，因为照理来讲，防晒系数这么高的话呢，基本上会不怎么轻盈，但它力所能及的做到还算蛮轻盈的，而且还是无油配方，所以擦起来算是蛮舒服，也没有添加什么奇奇怪怪的香气，都很过关。唯一有一点点呢，就是我觉得它如果上到我脸上之后，我还要再上底妆，它有可能以它的这个质地这个状态来讲，有可能会让我的皮肤有白痕，所以如果之后我是需要上底妆的话，我可能不会用这罐防晒。那这罐防晒当然没问题，是我可以用在我的脖子、身体的部位。那这个就给大家做一个参考。接下来是一款防晒护唇膏，这个牌子叫做 Badger， 它的防晒系数高达15。那在讲这个护唇膏之前呢，我要先讲一下这个牌子。这个牌子呢，其实之前我就已经买过他们家的产品，就是这一款防蚊防虫膏。这一款买了之后呢，我超级喜欢的。它味道就是非常天然，而且很自然的有一层保护力，确实可以起到一些防蚊防虫的功效。那这一罐我基本上之后我都直接放在包包里，每天都会带出门。那就是因为这一罐的关系，所以建立起我对这个牌子的信任度。之后再仔细去查询之后，我发现这个牌子蛮厉害的，因为它有通过一些美国的 USDA 等，还有也没有做动物实验，然后就标榜说永续环保啊，然后还有都一定要让它的产品力求天然有机。那护唇膏这种东西就是会吃到嘴巴里面，那尤其是它又是有防晒系数的，所以我尽可能会希望找一个让我比较安心的牌子，所以我才买了这个牌子的防晒系数15的护唇膏。那这款护唇膏呢，其实它完全没有味道，完全零味道，然后擦在你的嘴巴上的时候是，我觉得还蛮厚的，是起到有一定效果的滋润度。但是有一点就是，你擦了这个护唇膏之后，你再上口红之后呢，我觉得我观察下来或多或少可能会影响口红的持久度这样子。但我还是非常喜欢它，因为我觉得它很健康自然又可以防晒。其他的我没有什么多的要求，只要健康就是最重要的。接下来呢，也是他们家的品牌，是一罐肌肉关节痛的药膏。掉出来，它里面膏体是橘色的。那它这个成分呢是三车精。那三车精呢，其实在很古老的时候就已经有记载说，它是专门可以缓解我们肌肉酸痛啊、关节炎，算是一个
老祖宗的智慧。然后现代医学呢也证实说，确实三车精这成分呢是可以缓解我们的肌肉酸痛、关节炎的。那我买它其实是为了要来刮痧的，因为我真的非常喜欢刮痧，但是我很讨厌我用的所有的刮痧的药膏，它都是会让我身体觉得很厚重，然后用完之后就热热辣辣的，很不舒服。我还要去洗澡或者是洗手，所以我就一直在找，终于找到它。它是一款真的非常温和的肌肉酸痛膏，而且擦完之后你不用特别去洗手或者是去洗澡，它就会呈现一种微微的保湿的感觉，然后味道也很清爽，非常的温和，不会特别让你的肌肤辣辣刺刺痛痛的。所以如果你也在找一罐相对温和的产品，肌肉酸痛膏的产品的话，不妨也去买它这一罐，我很喜欢，而且味道超舒服的，就是一个很天然的草药味。接下来呢是一款牙膏，它的名字叫做 Hello， 对 Hello， 这个牌子呢它也是标榜不做动物实验，然后也是力求它的品牌都不能够添加任何有毒不健康的物质在里面。那其实我之前已经用光它一条牙膏了，非常好用，我非常喜欢。我上次买的是活性炭的口味，那为什么这次我不买活性炭？因为活性炭的膏体本身就是黑色的，每次我刷完之后呢，我整个浴室都会有黑色的小点点啊，真的有点麻烦。所以之后呢，我就决定，我还是买正常的啦。就是我这次买的口味是可以抗牙菌斑，然后是清爽薄荷的口味，然后它的膏体就很正常，就是白色的膏体。那这一罐牙膏呢，一样我买的是无氟的，不过他们家有分有氟跟无氟，但是我还是想要买无氟的。那它也标榜不添加 SLS， 任何刺激你口腔的成分都不会，所以它刷起来就是非常的干净舒服，很天然的感觉。像有一些牙膏你刷起来之后呢，你就会觉得你的嘴巴是夹的感觉，好像有一层东西怎么刷都刷不掉，怎么漱口都漱不掉。但是他们家的牙膏完全不会，你刷完之后就是非常的舒服。你要去吃东西，要去喝水，也都不会觉得你嘴巴好像有一个奇奇怪怪的牙膏味，不会。那现在我们来说回为什么我要挑选无氟这件事情。我记得之前有跟你们聊过，就是说我在测试氟这个东西会不会造成我下巴长痘。我现在测试结果出来了，但是我要先跟你们先讲一件事情，就是我其实问过一些皮肤科医生，但每一个皮肤科医生讲的观点不太一样。有些人说不会啊，氟才不会让你的下巴长痘；有些人说会，氟真的一定会让你下巴长痘啊。所以这件事情呢，我跟大家讲，你就相信你自己的经验，你自己觉得会长痘，那就是会长痘，因为本来每个人身体都不一样嘛。那既然科学没有一定的数据的话呢，你就相信你自己的身体吧。那我就相信我自己的身体，因为我在测试下来之后呢，我发现高氟含量的牙膏确实会让我下巴长那种硬痘痘，但是低氟含量牙膏就还好。所以我现在就秉持我之前的原则，会混合含氟跟无氟的牙膏去搭配使用。我觉得这样的状况是让我觉得我的口腔健康达到一个最安心的效果。接下来这一罐我真的要替自己拍拍手，因为我竟然可以发现这么好用的小东西。它是一罐抗菌茶树软膏，它可以当成你们家里的常备用药膏。那我其实发现了大家在网络上面还没有很多关于这一罐的评价，但是我默默发掘出来的一个小宝贝，真的非常之好用。我先讲一下，我非常迷恋它的味道。它的味道就是一个茶树的清香，外加一些不知名的草药，但是整个搭配起来就非常的舒爽。那它是专门做抗菌配方的。那夏天有时候就你会觉得身体不知道哪里痒痒，这边痒痒，或者被不知名的小虫咬，然后我就会拿它来擦，擦了之后你就觉得很快就可以缓解。而且有时候我有一些小破皮什么的之类的，它擦了之后都不会有一种腥刺刺的感觉，所以我非常喜欢它。然后我要再三跟你们讲一下，我觉得这个味道真的非常的迷幻。我不知道它这配方是什么，它让我觉得用起来之后呢，整个人心情都很好，有一种安定身心灵的效果，你知道吗？不是我在夸张，我非常喜欢。有时候我晚上就会擦一些我痒痒的地方，然后越擦越觉得天啊，好想睡觉。这个味道也太舒服了吧！所以我非常推荐大家家里都可以备有这一罐日常用的药膏，超级好用。接下来是一个美妆小物，是一个美妆蛋。那我这次买的是有一个旅行盒子装的，它的品牌叫做 Real Technique
那我之前其实不用美妆蛋的，因为我觉得，这个只不过是一个骗人的吧，割韭菜的吧。但我有一天发现我的脸脱妆脱的蛮厉害的，我就想说，好吧，那我还是去尝试一下使用看看美妆蛋好了。用完之后惊为天人，我吓到，就是真的我的底妆变得很清透，然后持妆效果也相当的好。所以呢，我不得不承认，美妆蛋真的是一个必要的产品。那一次我就是买了他们家的美妆蛋，但是我买的是没有这个旅行用的盒子。那因为真的很好用嘛，所以我这次就想说，我来买一个有旅行用的盒子好了，这样我带出去也比较方便。那这边还要跟你们讲一下，就是我长期使用这一颗美妆蛋下来呢，我觉得它的材质算是蛮好的，因为有些美妆蛋我相信它的材质会比较不太好，那就会造成我们的肌肤可能会长痘痘啊，或者长粉刺。但这一颗美妆蛋呢，我并没有这个状况，而且我看到它好像美妆蛋里面有在加抗菌成分。不过这个当然就是它自己的技术，它自己帮助我们，但我们自己还是要去常常清洗我们的美妆蛋了。那反正整体而言，就是说我非常喜欢这一颗美妆蛋，而且它的价格相对亲民，然后又很好用，也很耐操耐用，所以我很喜欢，推荐大家去买咯。接下来呢是我的大宝贝，就是1%浓度的 A 醇晚霜。这一罐我之前应该已经跟你们推荐过了，我会再买是因为我这一罐已经快要用光了。大家可以看一下包装，粉红色的是他们最新的包装。那这一罐 A 醇呢，我真的是清澈下来，非常之好用。我先跟你们介绍一下 A 醇这个成分，它可以带给我们肌肤什么好处？当然就是可以让我们肤色比较均匀，减少黑头粉刺，还可以减少痘痘，轻微的痘痘的状况。再来就是最重要的，就是可以刺激我们的胶原蛋白，减少细纹的增生天。所以这一罐根本就是仙丹，我们女生所有担心的事情，这一罐都可以搞定。而且我自己长期的使用下来呢，它真的非常有效，它可以让我的肌肤维持在一定的水准。那这一罐我都是晚上使用，早上请你们不要去使用它，然后我会把它冰在冰箱里面，减缓这个 A 醇的氧化。那再来呢，我要提醒大家一下，就是它的浓度真的还蛮高，因为高达1%。就算以我这个肌肤算是耐受性已经算高了，但我目前跟它这样长时间磨合下来，我还是没有非常的适应它。所以呢，敏感肌的朋友们，请你们不要尝试这一罐，请你们去找一罐低浓度的 A 醇去使用，这样才不会造成你皮肤的灼伤。但如果你跟我肌肤是一样，耐受性很高、很耐操的肌肤的话，请你们去使用它，一定会让你的肌肤达到另外一个更好的层次。最后一罐呢是这一罐干洗手液。其实我当初没有很想要买它，其实我觉得哇，它打折也太便宜了吧，就把它加入到购物车里面。使用它之后，我也是爱上它了。我其实到现在都是一个还会带酒精啊、干洗手液在身上的人，但是我一直找不到一款我觉得用的时候真的比较温和，不会刺激的干洗手的产品。虽然我手边的产品都能用，但是不至于达到我心目中的100分。我还是在寻寻觅觅当中，最后终于被我发现了它。它是一罐不含乙醇的干洗手液，然后它就是一个柠檬草，它使用柠檬草来消毒抗菌。那它就这样打开，然后喷在你的手上面，就会有一个非常清爽的柠檬草香气。然后你就搓到之后呢，它就会慢慢的干掉。干掉之后呢，你也不会觉得手上好像有种怪怪、黏或奇怪的感觉，完全不会，就是很清爽、很温和的感觉。然后你的手就洗干净了。所以这罐呢，我买回来之后我就非常喜欢它，我之后也会继续再回购它。好，那以上所有产品呢，我都是在 iHerb 上面买的。如果大家呢想要知道更详细的产品资讯的话，请你到我下方的资讯栏位里面，我都有把产品的链接放在那边。那希望以上呢也可以帮助到大家，能够以更节省荷包的前提之下，买到更高效的产品。好，那请大家也要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我的频道，然后留言给我，你们的留言我都会看。那今天就先这样告一段落啦，我们下次见，拜。